一聊智利酒，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便宜，性价比高。我跟你说，这仨字儿早就把智利给聊窄了。想看懂智利的底牌，咱们得先干一件事儿，深挖一下它的家底儿。你都想不到，智利是现在全世界极少数拥有自根葡萄藤的国家。什么意思？就是19世纪那场差点把欧洲葡萄藤团灭的根瘤芽灾害，压根儿就没进到智利，因为它东边是安第斯山，西边是太平洋，北边是沙漠，南边是冰川，等于一个天然的无菌保险箱。所以今天智利的藤很多都是没嫁接过的欧洲老祖宗，基因纯正，这是它最硬核的底牌。好，记住这个前提，咱们再来聊智利的风土。记住一个公式就够了，两线三派。先说两线，一纵一横。南北这条纵线从北边的阿塔卡马沙漠到南边的南部产区4300多公里，决定了热量够不够，太阳晒得足不足，直接关系到这葡萄的果味是饱满还是收敛。东西这条横线更有意思了，从西边太平洋的海岸山脉到中间的中央山谷，再到东边的安第斯山脚下。靠海的有来自南极的红宝寒流，又冷又湿，到了安第斯山脚下呢，海拔高，昼夜温差巨大。记住这个坐标系，咱们再往里放三派，也就是3个风味流派，你以后选酒就不会懵了。第一个叫结构派，代表就是麦坡谷的赤霞珠，这是智利的名片，成熟的黑加仑，雪松味儿，骨架清晰，结构特征一板一眼，像个教科书，主要就来自紧挨着安第斯山路的那些产区。第二个叫线条派，大本营就在卡萨布兰卡、圣安东尼奥这些沿海地方，代表品种是黑皮诺和长相思。这里的酒特点就是极高的酸度和那纯净的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似的香气线条感，干净利落，从头到尾都保持着清晰的轨迹。第三个也是最有意思的，叫重生派，根据地在马利谷、伊塔塔谷这些拥有大量老藤的地方，主角是加利酿、神索，当然还有下面要说的加美纳。你喝它能明显感觉到嘴里有一种颗粒感，那不是粗糙，而是老藤扎根于土地深处带来的风土质感。而重生派里最传奇的就是一个差点在地球上消失了的品种加美纳 Carmenere。 这故事特有意思，它本来是法国波尔多的旧贵族，结果19世纪一场根瘤芽灾害在欧洲老家基本就绝迹了，谁都以为它没了。结果呢，它在19世纪中叶跟着一堆葡萄苗悄悄地漂洋过海到了智利。可到了那儿，因为它长得太像梅洛了，就在智利被人当成梅洛叫了100多年。当地的酿酒师们也纳闷啊，怎么我这儿的梅洛总带点青椒味儿呢？熟的还比别人晚。直到1994年11月24号，一个法国的葡萄品种学家叫布尔西科，在麦坡谷的卡门酒庄地里一看，一拍大腿说：“嘿，哥几个，你们种的这不是梅洛，这是加美纳。”这一嗓子直接把智利葡萄酒的历史给喊醒了，大家才明白，加美纳这个品种就是晚熟，你得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在藤上慢慢熬，才能把那股青椒味儿熬成成熟的黑莓、黑胡椒和可可的香气。而智利中部，特别是像卡查波阿尔谷的 Pumo 这个地方，漫长又干燥的生长季，简直就是为它量身定做的完美实验场。所以你看，智利酒早就不是性价比3个字能概括的了，它有麦坡赤霞珠这种结构派，有沿海黑皮诺那种线条派，更有加美纳这种重生派的故事和风土。下次再选智利酒，别光看价钱了，试试按这张风土地图去找，你才能喝到它真正的味儿。我是老郭，有时候爱自己喝点，解压放松，想点事儿。如果你也喜欢，记得关注我。